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驱车3个多小时，就到了彭亨州的首府关丹。这座宁静的小城位于马来西亚东海岸经济特区，毗邻关丹港，关丹河从这里蜿蜒而过，流向大海。2013年2月，马中关丹产业园正式开园，与中马钦州产业园一起开创了两国双园模式。如今10年过去了，作为中马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合作的典范，马中关丹产业园又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。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加关注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在东盟国家中，马来西亚对于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响应最为积极。马来西亚具有良好的地理条件和显著的区位优势，北接泰国，南望新加坡，东临南海，西面马六甲海峡和苏门答腊岛，与菲律宾、文莱等国亦为邻，是坐落在东南亚中心位置的海洋国家。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分别沿着中国西南地区、中南半岛和南海，可在马来西亚形成良好衔接。马来西亚良好的地缘位置、营商环境、多元温和的政治体制和对华相对友好的政治态度，使其成为中国打造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途海上驿站的优先选择，为中国与其他东盟国家开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合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样本和榜样。自2008年以来，马来西亚就成为东盟国家中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。经过40年的发展，中马贸易额快速增加。从双方商品贸易结构可以看出，中国和马来西亚的贸易互补性很强，因此在需求和供给上，中马两国可谓配合默契。自从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以来，中国和东盟成员国经济体的经贸活动逐渐增多。中国东盟自贸区为中马两国提供了更高层次经贸合作的宝贵平台。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的电气、电子设备、信息和通信技术、房地产、再生能源、钢铁等领域投资，甚至还有企业在进行追加投资。在此同时，马来西亚的企业对于在中国市场的投资的热情也在日益增长。一些企业是首次在中国试水，还有一些则将他们的投资额继续扩大，为进一步深化扩展中马两国的经济和贸易联系。2013年10月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马来西亚期间，与马来西亚签署了中马经贸合作5年规划。在中马经贸合作5年规划的指引下，农业、基础设施、能源及矿产资源、信息及通信技术、工程及建筑服务、中小企业、旅游、物流与零售等领域将成为双边经贸合作的重点。2014年，习近平主席提出，要对接各自发展战略，将钦州、关丹产业园打造成中马合作旗舰项目和中国东盟合作示范区。围绕这一目标，中马两国展开了更加紧密的合作。经过10年的开发建设，总面积12平方公里的马中关丹产业园已开发约10平方公里，累计签约项目12个，项目总投资额超400亿元人民币，工业总产值600亿元，为当地创造近2万个就业岗位，预计带动关丹港每年新增吞吐量1000万吨。马来西亚东海岸经济特区发展理事会首席执行官博查威表示，马中两国双园模式是成功的。10年来，马中关丹产业园已成为东海岸经济特区最成功的工业园区之一。关丹产业园的成功，自然也离不开建设者们的辛勤付出。联合钢铁是首个入驻产业园的项目，从项目开工到全流程生产线的建成，仅用时18个月。如今，联合钢铁项目年产能已超过350万吨的设计产能，是马来西亚最大和最先进的全流程工艺钢铁企业之一，产品面向全球销售。回忆起刚到关丹的情景，联合钢铁副总经理胡九龄至今记忆犹新。2014年我刚来的时候，这里是一片山地和沼泽，光土方工程就花了1年多的时间。他指着自己所在的办公室对记者感叹，谁能想到这个办公楼所在的地方以前就是一座山。如今厂区道路宽阔整洁，办公楼、厂房、宿舍鳞次栉比。联合钢铁项目的工艺设计、装备等都来自中国，采用的是行业最先进、最优良的。胡九龄说，
有位当地官员来联合钢铁访问，一进园区就问：“你们这里环境整洁，怎么不像个钢铁厂？”得知项目环保指标高于当地标准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余热、废气等都被收集起来用于发电，实现了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。这位官员惊讶地睁大了眼睛。联合钢铁目前有4000多名员工，其中大部分都是本地人，他们的薪水远远高于当地平均工资水平。在这里工作的马来西亚小伙凯利说，关丹所在的东海岸发展相对落后，当地居民尤其是年轻人以往都去相对发达的西海岸地区找工作，如今他可以就近到产业园工作，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。当地很多人一家4、5口都在产业园上班。前往马中关丹产业园投资建厂的中国企业，除了联合钢铁、骆驼电池项目、ICP 管装厂项目、275 kV 变电站项目等都已建成投产，新迪轮胎、热电联产和建辉纸业、马中关丹国际物流园等项目前期工作正有序推进。博查威说，关丹产业园发展推动了马中两国投资，同时为当地创造了从生产到管理多个领域的岗位。在园区开发过程中，当地承包商和供应商也参与其中，大量的当地中小企业从中受益。关丹港码头，碧绿的海水轻轻地冲刷着海岸，卸船机高高耸立，集装箱整整齐齐，铁砂石、焦煤等刚运来的材料有序堆放，斗轮堆取料机往来穿梭，这是一个现代化、专业化的码头。关丹港是马来西亚东海岸第一大港，也是关丹产业园发展的重要支撑。为了加快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，马来西亚政府将关丹港列为重点发展港口之一。2013年，中国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入股关丹港，中马双方携手，让这个有着40多年历史的港口迎来了新的生机。中马合作对关丹港进行升级改造，同时共同规划开发新港区。据关丹港口有限公司运营总经理叶敬涛介绍，当地设备供应有限，新港的设备如卸船机、斗轮堆取料机、皮带机等都来自中国。为此，中企专门对本地员工进行了培训，并组织员工到中国的港口观摩学习。马来西亚员工希纳潘已在关丹港工作了10几年。他说，中国企业到来后，港口运营更加自动化，卸货速度加快。2018年之前，一天只能卸货8000吨，现在达到每天3万到4万吨。从船集中到港该怎么处理，到如何做好堆场管理，再到如何操作和维护设备，中国伙伴都传授了不少好经验。希纳潘表示，从中国伙伴身上看到了专业和努力。关丹港口有限公司首席商务官马斯林感叹，是中方合作伙伴提供了技术转移，提高了我们各方面水平。2015年实现吞吐量及营业收入双翻番，2018年一跃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公共散货专业化码头，投资建成2个15万吨级深水码头。在中马双方共同努力下，关丹港吞吐能力不断刷新。在中方入股后，关丹港与中方合作伙伴的合作交流及业务往来日益密切。2014年，钦州港与关丹港正式结为姐妹港，拉开了双方在众多领域合作的序幕。两港之间集装箱国际直航班轮开通，直航时间大大缩减。中马双方还建立了联合招商团队，共同向中国企业推介关丹港。联合钢铁等项目的达产，更是带动关丹港向港产园联动发展模式转型。随着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，关丹港将迎来新的机遇。叶敬涛表示，西部陆海新通道和钦州港连接，将扩大钦州港和关丹港的经济腹地。传统来说，从关丹港经中国东部港口到中国西部，可能需要35天以上，但如果从关丹港经钦州港再换乘铁路到中国西部，最快只需不到2周时间，这将大大便利中马贸易往来。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，两国双元有望在中马之间建立更加完善的产业链、供应链，深化两国在贸易投资、技术合作、旅游和文化等领域务实合作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马中关丹产业园交出的成绩单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、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
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